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尼泊尔中部辛杜帕尔乔克县15日晨发生了一起客车坠崖的严重车祸，造成了14人死亡，16人受伤。辛杜帕尔乔克县警察局发言人卡纳尔通过电话告诉记者，12名的乘客当场死亡，另外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其他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警方说呢，这辆从多尔卡县驶往首都加德满都的客车，在途经辛杜帕尔乔克县时，从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坠落。事发之后，客车司机逃离现场，警方现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加州最贵豪宅默多克之子1.5亿美元买下了这个庄园。近日，美国洛杉矶一处豪宅以1.5亿美元售出，创下了加州豪宅的最高成交价纪录。而购买它的人正是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之子拉兰克·默多克。据报道呢，这个庄园曾经是已故的传媒大亨杰罗德·佩兰西奥的住所，占地面积有10英亩，其中心是一座占地25000平方英尺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堡。这座房产呢是由建筑师萨姆纳斯伯丁设计，其中定制的葡萄酒库可以容纳12000瓶葡萄酒，有18间卧室和24间浴室。据悉，这个房产呢每年要缴纳130万每年的税，是洛杉矶地区最高的房产税之一。四川珙县山木村的这个煤矿渗水事故呢，已经致4人遇难，14人失踪。四川省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山木树煤矿发生的透水事故，已致4人遇难，14人失踪。据通报呢，12月14日15时26分，四川宜宾珙县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杉木树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导致 N26 采区部分的这个通讯中断，人员定位系统失效。据悉呢，到14日的20时40分，这起的透水事故已致4人遇难，14人失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正在全力指导救援工作。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最新的消息我们随后会在我们的新闻当中继续播出。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您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又到了星期二的早晨了啊！这个陆陆续续的，我估计很多朋友呢，现在也是进入到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最忙碌，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已经放松了，但也有些朋友呢是要真的年近收尾的时候啊，很多工作要忙。其实说真的啊，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在苦恼关于圣诞礼物的事情。就每一年啊到圣诞节，然后呢要给身边的亲人啊，还有最好的朋友去买礼物的时候，我都很困惑，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挑点什么。对，以前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缺什么。对，真的是。就是以前好像蛮容易想的，但是你现在一想，这些东西，比如说啊，你说什么出了一个什么新的产品之类的，对，然后送一送，然后你就想对方应该已经买了，就是他已经不是那个年代，好像大家会趁着过节的时候送什么不平常不舍得买的东西。你说真的大件儿吧，也不好当礼物送，是，所以。哇，我现在就很纠结，到底不知道该送点什么东西好。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关于这个礼物它代表的意义，然后你又不敢胡乱送，就真的是哇，现在好纠结。你说真的送点生活必需品吧，你又觉得不像礼物，是对不对？然后呢，你要送点太贵重吧，又觉得这一年下来到年底这么多人要送，那也是承受不起。对，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哇好纠结，我就在想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然后我昨天呢在家里我就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算是送礼物的一个好方法。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观众也有在纠结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现在在新西兰这边呢，不是有很多的类似于像贫困家庭，或者是说呢，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连圣诞大餐都没得吃。那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愿意呢，通过就是自己如果有实力的话，去捐款、捐物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去帮助到这些人。可是这跟圣诞礼物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说大家给这些所谓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给他们的礼物。现在就有一个机构呢，我是看到是说，他把这个捐款跟 Secret Santa 就是秘密圣诞礼物这件事情给连上了。等于说呢，你捐款，但是你的 Secret Santa 的名字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会收到这个机构给你的一张证书，你可以把这张证书作为礼物送给那个你写名字的人，就是类似于像替了他的名义去捐款。我觉得这个礼物的 idea 也还不错，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那种，就是你想不出来干嘛嘛，对不对？你说谁也什么东西也不缺，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听起来还不错，帮助别人做善事儿。对，而且名字写的是他嘛，而且他还有一个小证书，还给你包上小卡片，送给对方，我觉得不错啊，这个可以借鉴一下，可以借鉴一下一个好的 idea，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在今年圣诞节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好的？以前可能不是很常见的一种送礼物的方式，大家互相分享分享，对，要不然真的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渠道来选择我们的圣诞礼物。对，你的圣诞礼物买完了吗？圣诞礼物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根据不同的人去选择就这个是最难。比如说可能给当地的一些人在送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今年就自己做了这种圣诞礼物栏，然后我会去选一些亚洲食品，就是当然这些食品可能是因为我平时跟他的沟通，我了解他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可能他不知道去哪儿买然后我会把这些放进去，包括放一个比如说比较有特色的，像一个我送给我们那个我儿子的音乐老师的一个礼物，就是一个乐器的书签，因为音乐老师嘛然后这个书签，对，它是中国的这种有一个乐器的小坠子，然后送给老师。就是你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你身边是有5个以内的朋友，你可能挨个想一想，觉得是可以想得到的。你加上家人，加上朋友，你就是一下子小则10个，多则20个的时候，你就真的想不过来，太多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好的 idea， 可以跟我们来互相分享。那么当然，今天早上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新闻的内容我们一个个跟大家来说。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这一节当中把新闻早知道跟大家来捋一捋。第一件事情，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新西兰政府昨天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了。那么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呢，当然总理也有一个例行的新闻这个发布会。那么到底在这个发布会上，最后的一次内阁会议谈了什么？又跟我们公布了什么？一会儿呢，我们会在新西兰新闻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同时呢，我们也会了解到的是，新西兰的枪支回购本周就会截止，但是呢，也有专家说出了有70%的这个违禁枪支仍然是在流通。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呢？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怎么说两者的数据相差很远。如果是警方的数据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等于说是持枪权益维护，就他的那个类似于像怎么说呢？社会的组织，不是政府部门，他给出来的一个数据是说70%。所以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一会儿我们会来看看这个问题关于枪支回购。但是无论如何，总之就是肯定没收全就是对的了，对吧？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昨天算是最大的一条新闻，就是关于国家党宣布了其交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书。昨天跟杨议员我们在聊的时候还提到说，今年呢，国家党推出了很多的计划书，囊括了整个新西兰的各方各面，但都是所谓的提案或者叫计划书，等待着民众呢去提供意见。所以这今年的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交通和基础设施了。这其中呢提出了很多构想，包括要修建更多的道路，就是说工党政府搁置的这些道路，可能如果要是国家党执政会继续的去兴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抛出了很多新的想法，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抛弃燃油税。但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收了，它要改成什么呢？改成按照公里计费的系统，就很像现在的 diesel，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diesel 叫柴油车，就用的这种收费的方式。所以他说以后呢要把它扩展成所有的车，那这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聊到。那么国家党方面其实还有他
就整个宣布当中，他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自行车。他说呢，自行车不再允许他们不对，应该说是如果自行车不用专用道，等于说是有自行车道，但自行车不在不使用自行车道上驾驶，反而是去人行道，或者是占了车道，那这种情况要罚款。这是他们也是提出的一个构想，新的构想，结果就被骂得非常非常的惨，这遭到了声讨。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聊一聊到底国家党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他又会遭到声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政府的5万雇员将可以半价购买电动车。然后呢，部长也是给出了这个购买电动车的理由啊，他说可以瘦身环保，然后呢又能够解决我们拥堵的这个交通问题。所谓的那个电动车，不是说大家说的那个 electric car，是 electric bike， 就是 e-bike， 大家用那个电动的自行车。对，然后呢是半价可以买这些自行车，据说好像那个车也不便宜。虽然我没有骑过，但是我不会骑自行车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到底价格是怎么样的，但据说也不便宜。只是看到这条新闻，我不知道多少朋友有跟我一样的感觉，为什么是给政府的雇员半价？对，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对呀，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实惠，为什么不是给民众，反而是给政府的这些雇员呢？无论如何啊，这些新闻我们都会在新西兰的新闻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稍作休息。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壶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那今天早上呢，大风大雨，所以必定会给交通带来很多的拥堵的因素。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呢，早一点出门，还有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外边尤其是这种不稳定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飘来大雨的这种状态，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保持好车距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当然是因为交通拥堵不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所以交通呢就会变得比较的拥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刚刚还断断续续的拥堵，现在逐渐已经连成片了。基本上呢是在 East Market 快到 Mount Wellington 这一块就形成了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Mount Wellington 之后呢是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在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又是一段的拥堵的状况。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差不多到 Cabot Pass Road 也全部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那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其实还是最不堵的，那么另外的2条主要高速公路上现在就更加的拥堵了。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现在基本上是从 Lincoln Road 开始，一路差不多快堵到市中心了。这才早上不到7点20分已经在 Rosebank 这附近形成了黑色大塞车，其余路段基本上也是全线红色交通拥堵的。偶尔极个别的可能稍微恢复了一点点黄色车多，但是这个距离估计不会超过500米，所以说呢，反正住在西区的朋友做好准备。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就更堵了，跟平常的这个我们说上班日并没有什么区别。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经过 Constellation Drive， 现在快拥堵到 Yarra Valley 了，都是黑色大塞车。接着呢，一路又是红色交通拥堵，堵到了 Eastman Road。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同样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va 之后才会畅通。小路上同时也是非常拥堵的，几条主要的像 Oniva Road、Eastman Road 等等，现在都是在红黑相间的非常拥堵的状况。除此之外，1号高速市中心往北岸走，现在在北岸大桥之上也是出现了黄色车多，暂时那个方向上还没有形成拥堵，所以反正无论如何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车距。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今天早上的朝闻天下，跟大家纵观一下新西兰也包括国际上面过去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大事。眼看着这是到年底了，所以呢基本上各个国家都在做收尾工作。对，新西兰方面呢召开了最后一次的那个会议，这英国方面也是大选结束了。我估计接下来呢就是先休整，过个圣诞节回来之后呢，再考虑关于脱欧的事宜。所以说呢，今天早上第一件事还是快速的跟大家来稍微更新关于英国大选的一些的后续，只是一些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结尾的收尾的一些工作了。那么当然，约翰逊获得胜选之后，那他的对手科尔宾现在呢，首先他是肯定工党党魁干不下去了，这35年来还是53年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这他肯定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仅仅是说辞职了，昨天我们也看到一条新闻，就在说呢，说这个科尔宾发布了一封道歉信，关于选举失利的一个道歉信。然后这个信中他也说出了对选举失败的一些原因。所以他呢总结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工党本身的政策，或者是说呢大家对于工党失望，而是这一次大选的结果主要还是体现在了关于脱欧的问题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在这次选举之前提到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了像这种福利金医保也包括了企业投资解决社会的不平等的问题等等。他说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民众非常热烈的欢迎的。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政坛和我们以前所谓打仗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那现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天时
不在我身上啊。对，毕竟说这个正好赶上大选，所以他其他的类似于说说工党的那些政策，好像就被选民给忽略了。大家更专注的还是在关于脱欧的这件事情上。那其实说白了，他是这么说也没错。的确，现在英国选民悬在头上的最大的一把刀，或者悬在心里的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脱欧。对。那如果说你现在意识到了，大家是因为脱欧而选择了约翰逊，那就证明其实是你判断失误，对不对？你每一次面临大选的时候，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你没有就此事去突出的去讨论，你说的是别的方面的，就是再好大家不关心有什么用呢？对于民众来说，你没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去解决这件事儿。对呀，所以说，那你这个致歉感觉听起来就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这真正的感觉到歉意，不能让别人觉得你这个道歉是合情合理的。那反而是感觉说，赖选民了，你们没有关心，或者你们不应该因为脱欧的事情而没有选择我。我觉得这个赖他自己吧，对不对？所以这封信其实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哎呀，成王败寇嘛，这件事情反正这个败了就是败了。你这个东西，而且是在民主社会当中，民众就是用选票告诉你，你就是判断失误了，你再怎么道歉怎么解释并没有用，你的这一次唯一的机会失去了，那就是失去了。是，而且这个科尔宾他在知道他的这个选举结果之后呢，他也说要辞去工党主席这个职位。对呀，就是刚才不说嘛，他就当不了了，肯定是一定是这个结果。但是他同样除了说刚才就说到说这个是怪大家只关注脱欧，不关心工党其他政策之外，他也说了对方，就说对方的路子也没使出什么好招来，那个意思是。哎呀，肮脏政治这本书大家听过吧，对不对？这个选举之前，虽然不知道肮脏这个词过不过分，但是你不攻击对手，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起码作为对手的另外一方，你如果这个承受不了的话，你只是指责人家什么所谓路子也没真的看到约翰逊对他做了什么嘛。所以，哎呀，就这样吧。反正呢，他就是道了歉了。然后呢，也是辞了职了，所以不知道接下来英国的工党会不会一蹶不振。我们也只能是等等看了，这件事情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期待明年在1月31号之前，约翰逊到底真的可不可以带领英国顺利的脱欧？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关于苏格兰是不是要进行公投来脱离英国，四分五裂了，这是要啊。所以说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好，这件事情说完之后，接着再跟大家来更新关于737 MAX 的机型。波音737在今年年内呢，暂时没有再飞的这个希望了，而且呢，波音也是说或许会暂停减产737 MAX 机型。因为这个公司呢，他就说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如果真的决定暂停生产了，那也是说暂时。他说呢，自己对于类似于说公司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机型还是有信心的，只是现在呢。好像是大家的类似于像这种担心，担忧还没过，所以只能是说暂时的先停一停，要不然生产出来也算是生产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高，所以他们也是觉得反正也到年底了嘛，那就不如先暂停一下，然后等明年看看市场的一个反应，接着我们再来做最后的决定。不过说到这个波音无论它是737 MAX 还是什么机型，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政府在当中做了多少的帮助的动作，是吧？无论你去哪个国家签什么合约，都要带着波音，包括一些媒体的发声。对呀，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偏向性的，就是各种的证明这个那个的。所以，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排除说这种政府去帮助国家的，这也算是支柱产业之一嘛。对于美国来说，那你作为政府，无论你是从自私的讲收税的角度，还是从你各个国家的领导，你要去支撑本国的一些支柱的这些产业和大型企业的角度，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就是说呢，不要双标。你自己在支持的时候说一方面，那别的国家在支持的时候，你又说是政府的，比如说政治又去干预企业了，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那737 MAX， 反正现在基本上是暂时来看。还是受到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吧，
波音737这个飞机 MAX 飞机发生了2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总共造成了346人死亡。所以这个波音737 MAX 飞机呢，在2019年的3月份，就是今年3月份，在全球范围之内就停飞了。我刚才看到听众还在说停车场上啊，造完的飞机停车场上，这个停车场估计面积也得不小。但是现在就说起来说这个飞机这种事故也是真的频发，是可能也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当你是不是科技太发达，所以就是人的太依赖于科技或者太依赖于技术。但是737这个是个个例啊，它是属于人无法跟它对抗，他就自己认为，所以最后造成失事。但这个是另外一说。但是我就在讲，你说现在的这个飞行员和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那种飞行员，好像他们对科技的那个依赖性越来越高了，也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当然，机械上啊，或者说这种科技，它的出错率是比人要低的，人总是要犯错的，或者说人总是会疏忽。机械可能相对来说，它不受情绪影响，不受各个方面影响，它会最快速的做出准确的判断。但问题就是，一旦它出错了，这个问题就非常大，对，它就扭转不过来了，是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件好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这个，比如说以前吧，可能人不太知道这个飞机是怎么驾驶的，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通过一些讯息了解到这个飞机原来它是这样一个操作程序，是这样一个驾驶的过程你这个担心就会加倍。是吗？对，所以就导致现在有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个恐飞对，这个倒是，而且是还挺年轻人当中还挺多的。对，本来我们以为说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才算是真正坐飞机比较频繁的出行，像我们父母那一代，那真的是到了后半生，对不对？对，才开始频繁的坐飞机去出行的。你说他们不习惯，我觉得可以，尤其是再老一辈的，像我爷爷奶奶他们就更觉得不舒适，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像我们这一代从小就是坐飞机出行的，对，但是仍然还是很多年轻人都在恐飞。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经历的越多，然后坐的时间越久，你会越害怕，就跟开车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开车的时候，其实是不害怕的，对吧？但当你开车开3-5年之后，然后你会了解到很多交通事故它是怎么发生的，你在路上也会经历到很多状况。这个时候你再开车的时候，你那个担忧就会比一开始多得多，所以会比较害怕。所以那这样吧，反正我不了解飞机是怎么驾驶的，我也不去了解了，强行让自己不了解。对，就是不去了解，反而可能不怕。这不就说嘛，人家就说那个知识，你的知识的储备量和你的就是类似于像开心和不开心是成反比的，就是说你知识越多，你越不开心，就类似于对，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你想的就会比较多。对，所以我不去了解到底飞机是怎么开的好了。我原来听过一首歌叫《美丽笨女人》，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要说笨女人比较美丽？现在这样想来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对呀，那就是心情会比较愉悦，或者是你就彻底的知道了，就比如说你是已经到了所有的事情。因为你了解和你的知识储备量有足够，然后你看开了，你到那个境界，理性可以去分析，你到那个境界也行，但是这中间这个过程好像很难突破。对，我觉得我应该是突破不了的。所以无论如何吧，这件事情也跟大家来稍微提一提关于737 MAX 的未来。现在不定，但我觉得早晚的事儿。然后说到这个青年一代我们就昨天看到了一条新闻，他说现在在韩国呢，75%的韩国青年都想要离开自己的这个国家，他们认为韩国是地狱。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某一个年代会发生一次？对，然后渐渐的就会平息然后可能又会慢慢的又一波人会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韩国的这个状态现在呢，就是根据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显示说，韩国的青年在生活中感到的不适感高于成年的一代，而且在同代人当中呢，青年女性的这个感到不适的感觉要高于男性，有近80%的韩国女性都表示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离开韩国。今年在韩国就是下半年的时间吧，大概有3个好像还比较有名的韩国艺人明星然后自杀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压力
就不管你是在娱乐圈还是不在娱乐圈，他们的这种压力，尤其是女性的压力特别大。是，你看，就算是刚才我们不是说青年想要离开接近80%嘛，但其实成年人虽然说比年轻人少，但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你看他的这个调查就说，在35到59岁的成年一代，也有64%的人认为韩国社会是所谓的叫地狱韩国，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也想要离开。所以你说。就说这个相对来说，相比较来说嘛，那个80%，它64%好像显得少一点，那也是超过半数哎。对，也是超过50%的都要离开韩国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就说大家啊现在的这种生活的压力给他们带来的不同。其实这个调查当中也问了，就说为什么会出现大家觉得韩国是地狱这个问题。你看啊，这个调查当中他就说抑郁还有愤怒。这种感觉、委屈等等，都是他们的内心现在怎么说呢？最饱满的一个情绪，对，很强烈。就是你通过这2年韩国题材的一些电视或电影可以了解到，就是尤其是女性吧，我觉得可能女性的电影我会看一些，女性在韩国她受到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就无论是在家庭的地位，还是在社会工作当中，还是说像我们说到的明星受到的一些类似于性骚扰这种问题，都特别严峻。然后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有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能够去帮助他们，就是很绝望。而且关键问题就是这样的，这还是同样，比如说在一些国家当中，女性可能还没有认知到，就说她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平等和自由的时候，也许她不反抗，她的内心就不纠结。对，没有走出去过，觉得挺好这个地方。韩国呢，又是在你看啊，它又是一个，比如说它是发达国家，它又有这么多的可以走出去的机会，再有从外界的这些出去过的人带回来的讯息。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知道之后就会更抑郁，因为他知道外界的女性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回到本国之后又争取不到相应的权利，所以还是那句话，知道的太多了，没有啦，开玩笑。当然就说，所以在韩国才出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一开始也说了，你看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地区，它其实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忽高忽低的，比如说像我出国的那个年代的中国，就是在00初的时候的那个中国，也有很多人想走出去，就那个时候中国的发展等等各个方面的机遇啊，就是反正各方面的因素吧，都导致其实我们那一代的孩子有很多想要出去，而且出去的目的就是说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到中国去。但是你看现在这一代的，就是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人又开始要回去，回到中国，尤其是比如说是00后的，或者这么说吧，95后的95后，对，一批留学生，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对，他们有很强，就是很大一部分的人是说我只是想去国外深造，或者是我想感受一下，我的最终的目的是我要回国去发展，而且甚至像我这一代的人。都有很多人选择说国内有更多的机会，我要回去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国家也是在不停的发展当中的。所以我不知道韩国会不会再过个10年、5年、10年的，会不会出现改变？当他的政府，尤其他们又是选举上去的，对吧？那他的政府意识到选民对于国家目前的这种不平等性或者压力等等各个方面有这么多的担忧，那就算他为了选票，他也会改变。那会不会渐渐的使得民众又逐渐的想回流，不想去国外了？这也不好说。其实新西兰也是，新西兰有前一段时间吧，就是我想想这段时间又开始回到说想要出去了。其实前几年有个2-3年的时间是新西兰人不想走。因为觉得澳大利亚的机会也不好，对，然后英国在新西兰，英国也不好，因为新西兰人最喜欢去的就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啊，就是澳大利亚经济状况也不好，就业机会也不好，英国又脱欧不脱欧的，拖了这么多年，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新西兰人不想走的，但是这个过去去年吧，从去年开始加上今年。新西兰经济又不好了，现在大家又开始往外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反复。对，跟国家整体的它的经济，然后包括国家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解释说现在韩国目前的这个状态的确是压力太大。对，无论男性、女性，无论什么年龄段。
是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道说，韩国是全世界晚睡排名第2的国家。然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韩国的就是青年一代的压力太大了，然后他们在晚上下班之后会通过喝酒、唱 KTV、什么吃烤肉这样的夜生活来放松一天的紧张情绪，然后到了晚上之后，他们睡觉估计都已经2、3点了。然后这就直接导致了韩国又成为了全世界喝咖啡很猛烈的一个国家。你看他们高考也是，前段时间我们报过那个韩国的高考，那临近高考之前，大家跪拜学姐学哥，就是他们那个从那个时候压力就来了，那个高考绝对压力就是不亚于中国的。可是你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你看日本，其实压力绝对不比韩国小，对不对？而且日本讲真的，他的那个社会，所谓我们开玩笑啊，说他的那种。较真儿，那种劲儿，对吧？精神，对日本的那种精神更压抑。尤其是你说地位的话，那日本的女性地位高嘛，就是同样的。可是你看，日本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你从来没有听过哪日本人说。我特别想离开我的国家，说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说我的国家的东西不好吃，好像没有。对不对？而且你去看世界上很多国家移民的这些国家，你就不用说别的，我们就看新西兰，韩国人多吧，非常多，中国人也非常多，日本人非常少。为什么呢？你说日本人口少吗？也不少。你去看任何一个移民国家都一样，日本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他自己国家再压力大，他是什么？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就出现不结婚，什么这个不生孩子，就是都是因为压力大嘛，觉得说我就想自己这样活着，但是他们也不走，所以那个国家就是很有趣哦。对，这个关于日本的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多说了。日本是很轴哦，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最近看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要去日本。大家可以去品一品，就除了我们去享受美食啊，享受日本的各种各样的温泉之外，你可以品一品日本人他身上有一个劲儿，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对，就还蛮有趣的，不知道怎么训练出来的。好了，这件事情说完啊，我们再往下给大家来看一条挺有意思的小新闻，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呢，近来有一位少女啊，这个少女她这个女孩今年18岁，然后不是马上过圣诞节了吗？你刚才说圣诞礼物的这个事儿，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新闻。她说呢，她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向她妈妈写了一份申请要圣诞礼物，然后呢，先开始她妈妈看完这个申请是这个女孩是想养条狗，然后她妈妈就直接给拒绝了。但是当她看完这个女儿给她写的信和一封800字的申请之后，他又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究竟这个申请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所有的家长就说这条新闻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到。但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挺有思想的。那是，就是那我要 copy 一下，比如说你的孩子 copy 一下给你，你不觉得？但我会觉得就是这样子，你遇到这个事情就是解决不了，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对，这个倒是。对，但是你能在它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去创造条件让它成功，我觉得还挺牛的。如果这件事情啊，这个倒是可以借机教育一下孩子的啊，就说你要怎么样去，比如说你在以后的工作场所，甚至你在学校，肯定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像这种解决方法就是最可取的。对，我不哭，我也不闹，我就给你摆事实讲道理。是，我然后说服你。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服的啊，看看大家会不会被说服。首先呢，他就说了，他说呢，他在自己的简历当中啊，就说，这个我最好的品质就是爱和善良，我很爱你。我也很爱这只狗。这个先是给妈妈一个糖吃。对啊，他说她是他妈妈最喜欢的女儿。然后觉得妈妈很爱自己，就是先给妈妈一个糖吃。对，而且说，你看你是不是一直在教育我要爱，要善良？对，这是我的好的品质。所以你看，我爱你，对，但是我也要爱我的狗。对，然后他就说。然后紧接着他就是写了一个刚才我们说写了一封800字的文章啊，这个文章就是详细的写进去了关于养狗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通过养狗这件事儿来改变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怎么能够增进他和其他朋友之间的友谊，怎么能够培养自己的责任感，怎么能够通过养狗来提高自己的这个理财技能。他把这些做成了一个很详细的类
似于统计数据的报表，然后交给了他的妈妈。而且你看啊，他还动不动的他在字里行间当中一直在给他妈发糖啊，他就说了，他说我虽然说已经养狗很久了，而且现在又是圣诞节，然后呢我也是工作了1整年赚到了钱，我认为自己长大了可以养狗了，可是我住在妈妈家，这是妈妈的房子，当然我要听她的规矩，如果妈妈不想养这只狗的话呢，我当然就不能养，就是字里行间的还要给妈妈发个糖。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要说培养那个人说话的时候话有3说嘛，就是你怎么用你的智慧和高情商把这个话很完美的说出来，然后让对方听了又觉得哎呀不应该去拒绝你，对，然后同时呢又觉得真的很舒服，或者是你有本事就做到对方无法拒绝你啊，对吧？对，你是用封口的方式，还是说你用这种甜言蜜语的方式，糖衣炮弹都可以。对，总之你能做到让对方无法拒绝你，这是个本事，是对吧？要不然你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对，充分的摆事实举例子去说明说服对方。他哪只是摆事实讲道理啊，他在那边糖衣炮弹发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我估计他妈妈也是被震晕了啊，所以就最后就所以最后妈妈就说，一开始她其实看到这个女儿的申请材料的时候哈，她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滑稽，然后还是拒绝了。但是她仔细的阅读了所有的这个申请材料之后呢，她重新考虑了一下，最终的结果也是通过了。而且就是说这个狗狗已经是她的家族的成员了啊，这个狗叫小狗班迪啊，说班迪特，说小狗班迪特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家的正式成员了。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是一种这个方式也挺好，就是说从小要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小大人，就是说现在家长也在教自己的孩子理财，就不要担心给他钱，要让他自己去理财，合理的支配。对，包括我觉得这个解决事情的能力也很重要，是的确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到7点45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带给大家其他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帽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
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48分，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孩子说服妈妈养狗的事情，我看到我们听众开玩笑在那说这个妈妈啊就应该问孩子，如果是我跟狗同时掉进水里，你要救谁？说看孩子怎么回答。然后狗会游泳狗掉进水里应该没有关系，狗会自己上来救妈妈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我就觉得我觉得是不是想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是经历了这个，就是同时掉下去以后想出的这个问题。这得有就是多么微乎其微的一个概率。对。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情去考验对方呢？我就不明白。但是就是我觉得着实火了一下。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就跟我们问小朋友你喜欢你妈妈还是喜欢你爸爸是一样的吗？作为家长都是这么无聊的，对吗？对。而且我发现啊，家长最近我身边好多等于说是年轻的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他们很爱争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到底长相谁。然后比如说，因为你知道对于外人来说啊，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不会考虑父母什么他到底开心不开心，你就很直观的说这个孩子长得像谁。然后他们也会问说这孩子像谁，那你就只实话实说嘛。然后他们就会你知道另外一个就会觉得很伤心。所以我现在就学会了，我一定要说他的眼睛像谁，嘴像谁，你不能说整体更像谁。真的会对方就会不开心。我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我一般都会说，他说长得像谁，我一般都会说我觉得他取了你俩的优点，对之类的，就一定要把人逼成这个样子。是还蛮好笑的，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继续往下跟大家来说国际方面的新闻。接着要跟大家来说，现在都马上圣诞了嘛，所以新闻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说轻松，但是这个却是一个生活上的类的，算轻松，可是呢又是生活类，相对来说需要大家去注意和谨慎的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什么东西？就是自拍。对，在2011年到2017年的这个年间统计的一个数据啊，表现因为自拍照的时候死亡的人数较被鲨鱼咬死的人数超出了4倍。6年间全球共有259人因为自拍死亡，而且这个自拍所谓的死亡都是因为意外。就是指出的，比如说就包括了像自拍的时候从高处摔落，还有呢溺亡，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枪林弹雨当中为了去抢自拍的现场，然后被击中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挺低的。但是真的就我不是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后来可能不知道，我经常看到那些我就会说他们 no 作 no die。你说像什么核辐射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去旅游的，对，然后就说什么这个地方危险，他就要一定站在上面拍照的，对，我就这种。真的就是 no 作 no die。现在新闻出来了吧？你看自拍需谨慎，真的会出现这种。而且我还不能理解，有一些人是这样，因为我不是以前在陕西嘛，陕西有很多古墓陵墓，就是有很多人他会去那儿拍照，我特别不能理解，真的。然后他会拍这个东西，然后再把自己在这里的样子拍下来，不能理解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刺激嘛，他想火嘛，就是因为网红的这种经济造成的。就大家以前呢可能还是就是正经的，比如说我是做主持人的，我是讲新闻的，我好好讲新闻。如果现在我想在网上火，我就靠我现在这种方式讲新闻，那绝对火不了。你要不然就是穿比基尼讲，或者要不然你就讲那种你知道灵异事件，或者是说你就真的是讲一些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或者是
八卦的，或者是说瞎编的之类的，反正你一定得出奇招，反正就是要豁得出去，要不你美的豁得出去，要不你露的豁得出去，要不你说的豁得出去，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网红经济导致的。就正好说到自拍，我今天早上还看到另外一条新闻，这是极端的，出现意外了。可能甚至是失去生命了。对，不用这个，现在也有另外一种事情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自拍多的，现在有一种新的疾病叫什么呢？叫做 selfie wrist，就是如果用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自拍腕，手腕的腕。什么意思呢？就是拍自拍拍的太多了，这个总是你知道别着那个劲儿。对，如果大家拍自拍的都知道，为了拍到好角度，你的这个手啊，指不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拍。45度角啊，那还指不定哪个45度。窝着。对，所以说就导致了现在这种疾病的增加，而且这个疾病还不是闹着玩的，甚至有人呢需要做手术，要把那个里边的筋什么，反正就我也不知道具体手术是什么。还有的人直接半个手麻痹，然后这只手以后就不能够握重物，也不能，甚至不能拎东西了。其中的代表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卡戴珊家族的小妹，大家就说她是特别特别爱自拍的，就是能够爱到什么程度，她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都在自拍。所以她现在的手就是完全不能再用手机自拍了，必须用自拍杆。他连这只手连拿东西都已经成问题了啊！就这种情况下，他还会用自拍杆继续拍吗？哎，对的啊，他对这个自拍的热爱也是超越了生命，我觉得。所以我在想，你说这得拍到什么程度，能把手腕拍成那样？就是整个几个手指全部麻痹，手不能提重物，你说这要到什么程度？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啊，自拍他其实是为了发到一些社交媒体，但是他不就是你每天除了睡觉之外，剩下的时间都在自拍。我特别好奇，那你这些自拍的东西是要干什么？就自己欣赏嘛，或者是自己很爱，我不知道。所以就是这两个关于自拍的事情，大家自己小心哈。喜欢自拍的、年轻的、貌美的，或者是无论什么年纪的，如果你爱自拍，要小心这件事儿。医生是说。现在医生出来说那个，第一就是自拍完了注意活动手腕，总绕一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手太扭着找角度去拍，如果你想找角度就拿自拍杆，这样会缓解你手腕的压力。我是没想到这件就是新闻会出到让全世界然后媒体在宣传来提醒大家不要做。然后紧接着我们另外两个经济就会油然而生，一个是关于手腕活动操，可能会在然后紧接着是自拍杆，可能马上就要大火。所以anyway 了，我不知道啊，就这件事情，反正大家听一听就了解一下就行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快速的也把这件事情说了，就说现在为了火，各种套路也是看电视层出，是吧？对，看电视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追剧哈，尤其是在国内啊，包括在新西兰也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还挺火的电视剧，但是呢，它打出了一个，让我来看一下啊，有一个套路就是。他让你看这个电视剧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只看到了，比如说它更新到了10集，然后你想看更多的，他就让你掏钱。对，就是你加入了会员还不行，你想要看剩下的6集，你得多掏50块钱。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消息就引起了网友的一片谩骂啊，就觉得很过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估计很多朋友在追叫《庆余年》的那个电视剧，但是这个我觉得啊。那你看现在在很多西方国家，所有的剧基本上你如果要想看首播的，你大概也都要交费。所以它是这样，它是就是你已经交了这个会员才可以看，然后你要多看还得交钱，那就等等不行吗？那有的人就等不及，有的人恨不得守在那儿，然后就等着他首发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平台，它也是抓住了这样一种心理。对呀，那有这种人嘛，这消费嘛，对不对？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7点57了，这件事情先聊到这儿。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说。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
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8点01分，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7日，星期二，农历的11月22，欢迎您收看和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新西兰枪支回购将截止，约70%违禁枪支却仍在流通。新西兰警方提醒，持续了5个月的枪支回购呢，将于12月20日结束。持枪权利维权人士称，近70%违禁枪支仍在流通，他们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犯罪分子手中。据报道呢，目前枪支拥有者还不必为自己持有的每件武器都进行注册，但警方提醒，持续了5个月的枪支回购将于12月20日结束。他们建议人们访问警方的网站以确认信息。同时呢，有关枪支回购在线通知平台泄露隐私的调查也正在进行当中。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今年的圣诞假期带孩子去机场可以走家庭通道了。今年圣诞假期带娃出国玩耍的家长们可能会更开心一点。12月13日到1月13日早上的7点到8点半，以及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2点，奥克兰国际机场将开放家庭通道，家长们可以在这个家庭通道内帮助孩子们做好通行准备，而不用因为耽误了别人的时间而倍感压力。此外呢，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变化，今年圣诞节之前，机场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呢包括对机场内部核心道路网络的升级，将增加优先车道，同时呢也为了修建新的的士车道和偏远站点，将机场扩大了18%等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澳山火释放了约2.5亿吨二氧化碳，近2018年的排放量一半。自从8月以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和昆士兰省遭火山肆虐，目前呢仍未受控。最新的研究发现，火山至今共释放出约2.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澳洲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一半。专家呢也是指出，由于山火的烧毁大量林木，导致当地森林即使数年之后仍无法全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菲律宾强震已致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展开。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附近发生了6.9级浅层地震，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及建筑倒塌。截止目前呢，已经有数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灾官员表示，据信有5人被困在南部贸易购物中心的废墟当中。该购物中心呢位于棉兰老岛的帕达达镇，距离地震震中约有20公里。那么救援人员呢也正在使用热成像设备等寻找幸存者。但是他们同时表示这个寻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比较渺茫。据报道呢，此次地震对道路及政府部门等建筑物造成了损毁，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有民众被倒塌的建筑压住。目前呢，南达沃省以及达沃沃市等多地均已宣布停课，很多大中小学呢也是在16日的时候宣布停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正在考虑对更多欧盟产品进行征税的这样一个信息税率或将提高到100%。好的，也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欢迎您收看我们更多。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全部今天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其实这股雨，尤其是在夏天来说，对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好事情。对于很多干旱的土地还有这些田地来说，绝对是一场及时雨。所以说呢，大家是最好是期望它可以下得稍微久一点气温方面稍微受到影响，奥克兰最高22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气温也变化不大。惠灵顿最高仍然是22度，最低10度。南岛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气温呢会稍微有所回落 ，Nelson 最高是20度，最低12度，但是在部分地方，像 Kaikoura 最低气温可能又会跌到10度以下。
今天呢，差不多是只有8度的样子。南岛南部地区这个气温显得就更低了一些。皇后镇今天最高只有14度，最低温度更是跌至了只有7度。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要去南岛度过圣诞节了啊，但是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总之呢，大家还是要多带一件厚一点点的外套。那么到了明天呢，这股降雨会逐渐的减弱，基本上呢会维持在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气温方面，明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大家要注意保暖。奥克兰明天最高20度，最低温度是14摄氏度，早晚稍微有一点凉。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C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磊。那么这一节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的是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跟大家呢稍微来
这个更新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听完3个小时完整的新闻，所以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快速的让大家知道今天有哪一些事情是您不想错过的。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一会儿马上会跟大家来讲到政府的2019年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是在昨天结束了。那么按照惯例呢，也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呢进行了新闻的发布会。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总理是说了几件事儿。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次会上总理都交代了哪一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呢，我们还会聊到的是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也说到的关于枪支回购的问题呢，本周就会截止，还有4天的时间。但是据相关的部门说呢，有70%的违禁枪支仍在流通，所以呢，他们也是担心说这些流通的枪支会不会对我们的社会治安造成影响。其实你这么想，无论它剩了1成还是剩7成，只要外面剩1支，都会有影响，就是有危险。你想想，如果真的是恐怖袭击事件或者发生的，它需要7成枪支还是它需要1支？对，它其实数量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呀，只要有1支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会儿会来关注这件事儿。那么另外呢，就是昨天算是一个重头戏，讲到的是交通和基础设施。这回呢是国家党在年底之前放假之前最后的一个所谓的计划书。我们昨天跟杨议员也探讨过就说在今年呢，其实国家党针对各个领域都出了类似于像方案或者叫计划书，然后呢来征询民众的意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昨天公布的这个交通和基础设施，这里面聊到了很多内容，包括了修路，其中有2个亮点要跟大家来今天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国家党可能会考虑抛弃燃油税，改为公里计费的系统，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可能他们会推出的也算是一个亮点吧，说的是什么？就是自行车如果在有自行车道的情况之下却不用自行车道，反而用的是人行道或者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车走的这个车道的话，可能会面临罚款。这件事情结果遭到了大家的很多人的算是声讨。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的内容到究竟是什么。说到自行车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新闻是关于电动自行车。政府的这个5万雇员呢，将可以购买半价的电单车。这个部长呢也是说了说购买这个电单车呢，这一个举动可以让就是怎么说呢，让买这些电动车的雇员们起到瘦身、环保又不堵车这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呢？为什么不给普通的民众这样一个权限购买半价电动车？如果你政府真的跟别人能够谈这个 deal，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划算的事情，为什么先惠及的是政府的员工呢？他作为雇主的 OK， 你惠及你的雇员是 OK 的，可是作为民众，我们就会觉得凭什么？可能觉得民众不用上下班的时候那么集中的占用这个道路交通道路的资源吧。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了，我们一条一条说。首先呢，先快速的跟大家来更新关于禁枪的这件事儿。这件事情呢，说白了就是12月20号就要结束了。今天几号了？今天是17号，还有3天就结束了。那么如果是按照持枪应该说持枪权利维权人士他们的一个总结出来的报告就说现在呢，在整个新西兰的市面上大概还有7成，也就是说大约有2/3的被禁枪支仍然是在流通的。但警方方面的数字是说现在已经大约收了4.7万了，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而呢，为了收枪支，政府已经支出了超过7300万纽币的资金。所以这个数字当然就不匹配了。但至于外边的这些团体和组织就说了，根本就是在市面上，至少他们的这个搜查出来的一些证据，或者是说掌握到的数据是说，至少还有17万把违禁的枪支在流通。17万，这也是有点吓人了吧？我知道有些收集枪支的人，可能一个人他就拥有很多把。但是我们说的是违禁的嘛，那也许有一些是合法的，注册的。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持枪权利维权的人士，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说也不是说那些持枪人就多么的想要违抗法律，他也知道如果要是过了这个期限
不交的话，它是违法的，甚至可能还会面临刑事方面的责任。他说为什么不交？他说是因为其实整个政府在收枪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程序和他们的准备是不足的，一些失误。比如他就举例，他说警方呢一开始等于说是政府和警方嘛联合给了一个清单，大家只是看到了这个清单，可是其实警方和政府是在10月25号的时候又在这个清单当中补充了一批其他的也要被禁的这个枪支啊，也就有可能这些人一开始他看到的这个清单，看完之后他就没有后续的再去更新或者再去关注这个事儿，他就觉得 OK 我没有在这个清单上，所以就无所谓了。他说后来你更新了一次，他说基本上啊，就说他了解到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很多人现在的状态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拿了违禁枪支，所以他就说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其实还有70%是没有升上来的，所以他也是提醒，借此这个机会啊，就是提醒所有的，如果你是持有枪牌的，你是允许持枪的，看看上警察的网站上再去更新一次。对。他后边呢又做了几次更新，然后媒体宣传或者各个方面的宣传又不到位，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家里的还是违禁枪支，所以欢迎大家啊，如果真的是有的，赶紧上去查一查。另外，警方方面或者政府方面给出的说法是说，现在回购要到12月20号结束了，但是这个不去进行刑事处罚的时限可能会延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完之后，然后再把这个之前没有了解到的信息补充上，对，或者是把你没交的枪赶紧给交上去。但是这件事情我还是那句话，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市面上只要有一支违禁枪，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危险性比较高的枪支，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因为你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他真的只需要一把枪。如果你真的是到了最后，哪怕这个市面上只要他能够获得那一把枪，恐怖事件还是会发生。其实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他如果真的想要策划或者想要做这种恐怖事件的话，买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哇，这就是政府17万把。对呀，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到底有没有17万把，所以我就说17万把和一把并没有什么特别是有区别。如果有17万把，它更容易得到，对，那一把它可能不容易得到。但是你说那到底又有多大的本质的区别呢？得到了之后，结果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说啊，接下来真的是我觉得枪支回购只是最初的一步，接下来才是政府和警察你真正要去做工作的。你怎么样去检查那些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家里面私藏枪支的，你怎么搜上来？还有那些不交的，你怎么样去强迫他，或者用 whatever 方式把它收上来？所以这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再来看吧，这就到明年了，对不对？好了，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吧。来，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一转，看一看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昨天啊，每周一其实都是政府的内阁会议。那在内阁会议上呢，都会就一周的，比如说政策呀，或者是民众关心的一些事情来进行探讨。然后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呢，如果总理不在，就是副总理或者是就是类似于部长会出来发言讲话。也是解答一些媒体相关提出的疑问。那么昨天呢，就是2019年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和新闻发布会了。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媒体除了他自己宣布了一些政策之外，那媒体当然也会追问，就说呢，在今年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看啊，针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总理是怎么回应的。总共3件事，大家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点忘了这些事儿。第一件事情，伊呼马乔。好久没提了啊，关于这个毛利土地的争端的问题跟 Fletcher Building 的这个伊呼马特的问题，记者就问了总理，这年底了，当时是政府出面说让所有的这个伊呼马特当地的开发的项目暂停，现在这差不多快半年过去了，你政府不是说解决吗？有没有进展呢？总理的回答说，还是 some positive progress， 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现在到没到了宣布的时候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总理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进展，但是没有到最终的结论，所以现在起码 today 就说昨天不是宣布的时候，大家明年等待消息吧。所以伊呼马特节后了，对，过去了啊。这个伊呼马特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是不是圣诞节还要在那块土地上度过，反正就是这件事情明年了。接着第二个问题，第二件事。又问到什么呢？问到了 RNZ 和 TVNZ， 就是我们说的电视1台和 Radio New Zealand 要不要合并？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就说现在的这些传统媒体，日子不好过。对，被新媒体取代了很多。对，然后呢，再加上像这么 TVNZ、RNZ 背后都是政府算是大股东，现在不用说分红了，赔都赔得很惨。所以说呢，说他俩要不要合并，要不要变成那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电视台或者是电台。这件事情呢，也是当时争议很大嘛，大家都觉得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总理也说了，明年，今年等不到结果了。我们要到明年再来看一看。他说会把这件事情呢交给部长来进行探讨。部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积极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就此事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大家等待明年的最终的报告出来吧。所以这又推到明年了。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很多事情如果它还没有一个最终结论的话，应该都会要等到明年。可是问题就是大家意思说，这为什么今年提出的？对，你为什么不在今年？你为什么解决呢？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然后又拖到了明年呢？尤其是伊护马跳，哇！我现在要是 Fletcher Building， 我应该火冒三丈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好了，第二件事情说完了，还有第三件事呢。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工党办公室内部不是出现了所谓的性侵丑闻嘛？有人告说他们的领导有这个性骚扰、性侵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说工党内部接受调查，那这一名所谓的领导也辞职了，究竟是谁？因为有保护嘛，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结果，没有。总理也说明年，因为调查报告还没有摆到他的桌上，所以他无法就此事来进行任何的评论。这件事情也要等到明年了。所以昨天这个内阁会议主题就是等明年啊，对。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明年才会有。有一件事情算不算是彻底等到明年吧？有一点点到明年，不到明年的意思，就是他在还没有就是回答记者提问之前，总理宣布了一件事儿，就是政府呢准备要拿出500万纽币。这500万纽币干嘛呢？要帮助小企业。先别开心啊，跟大家无关。这个小企业是有特指的，是哪里呢？就是特殊好，不是说所有的小企业，不是，是那个受到了火山影响的当地的一些，还得是强调小企业能够获得政府的这500万纽币的资金的帮助。因为当地因为火山爆发的原因，所以说呢是导致很多的这种旅游业呀、餐饮业呀、相关行业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这件事情，对吧？这个就是天灾，没有办法，所以政府呢就帮助，为了说呢让他们缓过这一个阶段，所以说就拿出了500万纽币，准备要去帮助这些小企业渡过难关。可是我为什么说只是有一半？原因就是现在申请没有，还是要等到明年。因为政府说他们的这些部长们要利用这个夏季的假期的期间，具体讨论谁可以申请，有哪一些的 criteria， 就是你有哪一些的要求，以及里边的 details 究竟是什么，要这些都出来了才可以真正的去申请。所以虽然说年前把这个500万数说了，但并没有什么意义。对，就怎么用还没说，所以这个也要等到明年才会知道。那这个圣诞节怎么办呀？我就在想圣诞节就是让大家有一颗等明年悬着的心和等明年的期盼。而且你知道明年这个词儿啊很久，1月份也叫明年，对，10月份也叫明年，12月份12叫明，对吧？也叫明年。而且国会大家要知道是到2月中才会开始正式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议会的议程才会正式开始。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起码也要等到3月份了呢？你总不能期待2月中刚开会就宣布吧，对不对？那还要讨论呢。所以其实应该具体一点，是明年上半年还是明年下半年？那没说，只说了 next year，或者叫2020，明年。这听起来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最煎熬的过程其实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对，然后就说到这个火山，他不是已经宣布了500万的资金嘛？他说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件事情要等到明年的是什么呢？就是调查报告。他说调查报告甚至有可能要等到后年。他说现在呢，在整个的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啊，有2个机构已经进去调查了，一个就是警方，另外一个就是 WorkSafe。就我们说的这种工作场所安全相关的部门，他们主要调查的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旅游行业违规带大家去登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这种紧急的处理
有没有做到位，这都要进去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甚至不排除可能会有刑事方面的指控，这都不好说，这要看调查结果。但是总理也说了，这个调查基本上起码要用1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结果。所以到明年啊，真的是火山爆发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听到总理啊已经是给出承诺了，他就说这些大家心中的疑问一定会被解答的，只不过就是用多长时间。对，而且明年10月份大选，还指不定是哪届政府了呢，是不是？哎，走了，好了，时间关系，8点27分，最后一次那个会议就这样了。大家听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呢？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啊，所以道路的路况呢非常的糟糕，到处都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还是要提前一点点出门的，或者现在是不是已经公司不太在乎吃不吃到了？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北岸就发生了那个就是北岸的高速上就发生了一起车祸。但是北岸有没有车祸，反正也是同样的多，倒是也不太影响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下雨啊，路滑，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车距。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基本上是从 East Market 开始，现在一路到Greenland 全线是处于红黑相间的非常拥堵的状况，红和黑的比例一半一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知道这段路就非常堵就对了。那过了 Greenland 之后，现在也基本上全线黄色车多，一路到市中心。那么北岸不是这个西区啊，16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也是从林肯一路堵到了快市中心。中间最拥堵的还是在 Rosebank 这附近，是一长段的黑色大塞车，其余路段也全线都是红色交通拥堵。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跟早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差不多一路堵到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都是黑色大塞车，然后再一路红色交通拥堵到 Eastman Road， 到欧尼瓦是黄色车多，然后之后才会恢复畅通。所以今天路况啊非常糟糕，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驾驶的安全。好，现在我来为大家播报一下近日的财经资讯。新西兰 NZX50 指数11226.83，下跌14.76；上证综指 SSEC 2984.39，上涨16.72；道琼斯工业指数28317.47，上涨182.09。今日的参考汇率呢，纽币对人民币是4.61，纽币对澳币是0.96。纽币对港币是5.14，纽币对美元是0.66，美元对人民币是6.98。汇率呢会进行实时的变动，所以实际的交易价格以实际操作时候的价格为基准。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呢就聊到了最后的一次内阁的会议，也聊到了，其实我觉得侯雷总结的对，就是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具体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起码说了一个500万嘛。对，会给，就是我觉得会至少会在我们这个火山爆发，就是这个消息一直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的同时，有一点心理安慰吧。但是现在不能用，我也是觉得，那你何必现在说，对不对？对，他可能会通过一个长假期来判断一下，在这么多的商业体系当中，有哪些可能比较合适，或者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你说这个把它等于说就很多的，比如说它是在附近的中小企业真的受到影响的。他就会心里有一个期盼，对结果自己如果不合规矩，然后这种期盼失望，好失望啊！那还不如你就先别说，对不对？等到你所有的detail再出来，你再说就好了嘛，是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些我们不懂啊，所以我们做不了国家领导人，对不对？这是人家的一个计划。好了啊，这个我们说政府的事情说到这儿，那么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当然国家党也是有充足的利用的。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是国家党也是在今年提出的最后一个讨论文件。那这个讨论文件呢，主要就是集中在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首先呢，这个讨论文件最大的一部分讲到的就是关于公路的建设。这个呢，就是直接说了，说本来国家党呢，他们在执政期间是有一个所谓长期的公路的计划的，包括了新西兰全境，也包括了跟地区的这些市议会之间的合作。可是呢，后来这不是换届了嘛？工党的联合政府上台之后，等于说把他的这个计划就给暂停了，昨天搁置了。昨天杨议员不也说嘛，说他们希望说换一种方式，他们要建铁路，但是结果也没建铁路。所以国家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下一次是国家党连任这个执政的话，他们就开始会拾起搁置了3年的这个公路的项目，并且呢也会扩大整个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这当然是整个的这个计划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个呢算是老生常谈，因为本来就是国家党原本的计划，只是被搁置了，所以新的东西是有2个方面。昨天呢是很多的，我看到媒体关于民众都在讨论。第一件事情关于燃油税，我们也知道 Simon Bridges 呢，就是国家党的党魁，当时就已经承诺了，如果国家党执政的话，第一件事情会把奥克兰的地区燃油税取消，并且他也是承诺说，在国家党执政的第1个任期之内，绝对不会加燃油税的。这是我们知道的，以为说就此就结束了。结果在这个讨论文件当中呢，发现国家党换了个思路，直接就说了，他说我不仅仅是说这个地区燃油税要取消，而且我会把国家的燃油税也逐渐的在中长期之间当中归为0，以后国家不收燃油税了，那怎么办呢？
改成叫做公路计费系统，换了一种说法，公里计费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们是去买油的时候，这个也是就是道路使用者收费的感觉嘛，就说你使用多少油，就证明你在路上跑了多长时间，对不对？然后呢，你来交税，这不是很公平吗？但是他这个部长啊，昨天 Chris Bishop 他昨天宣布的时候说，按公里计费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现在燃油是不公平了，原因是现在油电混合车越来越多，或者是电动车越来越多了，那就并不是说你在路上跑了多少或者使用的多少，你没有油嘛需求，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这个就不合理了。另外一方面，他也说，那对于政府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税收的大幅的减免。如果以后油电混合车越来越多，或者电动车越来越多，他们使用道路的可能频率越来越高，反而这就不能体现，对吧？我政府收税和你使用率方面的一个平衡了嘛。所以他说，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就变成公里计费。其实这个公里计费制在新西兰也不陌生。如果大家开的是柴油车，就知道了，在新西兰这边现在柴油车呀，还有说我们说这种大卡车、重型车，全部都是按公里计费的。我说真的，我对这个公里计费的系统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昨天呢是稍稍问了一下。我相信我们听众观众当中有开柴油车的，如果我说的不对啊，欢迎大家来指正。我听到的方法是说，就是你的车轮上会这个就是安一个类似于像小小的记录仪，记录你走了多少公里，然后你呢是要先付钱，就类似于像 pay in advance，你要先付给政府，然后呢这个计时上面就会写着，哎，你走了多少公里，然后减去，然后你要不够了，你再继续再付，就这个意思。他说以后我们新西兰要不要实行这种方式？每辆车轮上都有一个记录。就相当于我们有一阵儿流行给人戴一个手环去计步，然后对，它这个是给车带了一个这种记录公里数的一个仪器。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个仪器就是安在车轮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昨天看到的或者是我听到的，好像说现在柴油车是用这种方式。如果不对啊，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是开柴油车的，或者开大卡车的，是不是用这种方式？那么现在国家党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没有路税，我们全部都用这种方式好不好？我们有听众说，他说就是看车上的你行驶的公里数的那个表那不用测。果然是就是有一个这样专门的东西在测啊，不用测吗？只看表。那谁记录呢？就是对呀，谁来看这个表呢？难道每天要开到一个专门的地方，然后有一个人专门？还是说1年交一次？因为我没有开过柴油车，我也没有开过大卡车，所以我以为是我看到的，那可能是以前，就说在车轮上会有一个标记。那这个怎么报呢？欢迎听众可以继续跟我们补充。反正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说，以后大家认为这种方式可不可以？不收路税了，但是我们开始按公里给大家收费，而且要 pay in advance，就是你要先付费，然后再行驶公里，这会不会是一个公平的选择？不好说。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关于先付费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吧。有可能，对，就是你得是不是按人，比如说是所有人都付同样的先付费，还是说你以前用的多，按照你以前的类似于像过往的经历，你如果用的多，你就付得多。还有就是我在想，那如果有一部分人他的这个车还没有改成油电混合的或者电的，那如果这个已经取消了，那开加汽油的这些人，他就不收燃油，这么逐步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你开不开，你加不加汽油没关系了嘛，反正按公里来收费就好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合不合理啊，这是他提出的讨论的意见之一。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就说这个。你要是说也合理，反正养路费嘛，你不这么收就那么收，相对来说是不是公里数更合理一点，比燃油税？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观点啊，可以继续说。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还提出一件事儿，就是要给自行车的骑车人可能也要面临罚款。什么罚款呢？就是如果有自行车道的地方，但是骑行的人不在自行车道上走，无论你是去到了人行道，还是去到了机动车的车道。如果被警察抓到了，都要罚款这件事情大家认为合理不合理呢？这个事情，我个人的
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专门设置自行车道的目的，一方面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它会更安全，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种交通工具它有自己合理的一个通道，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道路交通也会更加的怎么说通畅，就是更合理化嘛，就每个人走人的车，这个人行横道，然后车呢有专门的车道，自行车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我认为，如果你违法了，是应该有一些相应处罚的。就比如说像 T2 和 T3，你如果上去了 T2，你是一个人开车的，就是会被罚款。对，他要是巴士的 lane。你如果要是私家车上去了，你也会被罚款。那么如果有自行车道，上去自行车他不在那儿走，为什么不可以罚款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就看到呢，有很多的这个质疑声，比如说自行车倡导协会就说了，他说这是一个愚蠢而且行不通的规定。他说，比如说，他说现在有一些自行车道，虽然它叫自行车道，但是并不适合骑行啊。像这种时候，这些骑自行车的人就会面临危险，他是没得选了，他才会走到比如说车道或者是说人行道上去的。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罚他不合理啊，是你自行车道没有修好，你不能赖自行车的骑行的人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警察怎么抓？站在自行车道上，还是把车停在自行车道上？对，怎么去抓这些人呢？所以他就说，这就是一个既愚蠢又行不通的方法。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专门监督自行车。但我觉得这个 idea 有错吗？欢迎大家可以来自己说说自己的想法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不是国家党提的，但是是我一直在想的。就比如说啊，我们叫养路费或者叫使用者收费，我们要交燃油税，要交路税，对吧？还有要交什么这个车子乱七八糟的税多了去了，对吗？你骑摩托车也要交，因为你使用道路。这个道路都是大家在使用，大家在交费。那为什么自行车道是给自行车用的，可自行车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费用去交呢？这个自行车道难道不是纳税人的钱去铺的吗？对不对？那如果你要使用者收费，你摩托车有使用者收费，机动车私家车有，bus 有 bus 的，那为什么自行车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的感受啊，就是骑自行车这个事情，它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交通出行的方式，我觉得很多人他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运动方式。就是不像你开车或者骑摩托车，可能纯粹的只是你交通出行的一种方式，你不会说我开车是在运动，但是你骑自行车就会被人说我是在运动。所以运动就不用交钱了的意思是吗？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而且可能自行车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车型，它更低碳环保。对，然后呢，大家就说这个我的这个想法，当然也不是我自己这么想，我昨天也听到很多的像这个主流媒体，他们也在类似于像探讨这种问题。有人就说了，他说自行车其实应该和行人划等号，你不能要求行人走路的时候人行道也要付费，对不对？那你就不能要求自行车付费。可是有很多人就认为说，那为什么你要把自行车划到跟行人，不是把自行车划到跟摩托车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有自行车道，首先，然后你不走，被罚款，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像 T2、T3， 你非得人家不让你上，你非要上，凭什么不能罚你的钱？另外一方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你也是使用道路，这个自行车道就是为你而铺设的，为你自行车骑行的人铺设的，那凭什么你不付费？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所谓的养路费等等相关的这个费用啊？不过时间关系，因为已经到了8点44分，我看到线上有朋友，我没有接是因为我只剩10秒钟，所以根本说不完啊。我们可以下一节有10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说说你的观点。欢迎继续拨打。对，然后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说，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政府雇员买电动车的事儿。好。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Brisa Road Rainman。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的8点4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那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自行车道路的使用的这个话题，现在有时间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2939006，或者是在各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听众观众是怎么来回应的。首先呢，有人就说这个应该。就说呢是合理的，摩托车乱窜不是也要被罚的吗？对不对？他说那你自行车乱窜当然也要被罚，而且我们强调是说有自行车道你不用的，对，你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人说会罚你嘛，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规定自行车是在自行车道上走是好事。来，我们现场有朋友先接一下啊。好，我来接。这位朋友你好。你好，小赵，早上好。早上好。说到你刚才说自行车啊，中国是30年代的，就是30年前的，就是自行车大国了。现在全球都来学中国重新开的自行车，对于身体的锻炼，对碳排放的都很好。就是说还有那个要收那个什么税，我觉得还是学中国那个海南，就是说你要开多少路，你就在汽油里边加多少税。就是说就不用增加太多的繁琐，这邮局也增加工作量，也增加很多 paperwork， 也增加很多附加。我觉得现在都是简单化嘛，所以呢，中国有很多好的方案，为什么学那个
国家党的头真的不行，你搞那么多这个收那个减那个也不行，就是说最简单的方式是最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搞那么多系统啊，对，什么最简单就用什么来。他说，但是国家党的担忧，我觉得也有道理。你说以后如果大家都开电动车，对，燃油税就是名副实亡的，对不对？当然不太可能说完全，但是对于使用燃油就是仍然在开汽油车的人，就会觉得那也挺不公平的哈。我就是扛着所有人的这个养路费。对吧？你是开店的，你不需要加油，你就不需要交燃油税了嘛。可是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出现，不好说啊。好了，我们说回到自行车嘛，还有的朋友就在说了，说是件好事，说现在骑自行车的人也是有那么一些的没有道路使用道德的。他说时常会看到呢，一辆自行车后边跟了一长龙的汽车，汽车无法通过，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说还那个自行车的，他说骑车的人还在那儿悠哉的骑。我相信他如果要能快的话。可能也不至于悠哉，但是新西兰这边的路，奥克兰啊，尤其是也是很难骑得那么快啊，对，所以也是没办法。心有余力不足，倒是也有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规范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我是曾经遇到过，我走人行道，你知道，可能对自行车啊，对于其他的机动车来说。它是很危险的，别人一碰它可能就会各种各样的危险。可是对于行人来说，自行车也是很危险的呀。我在人行道上就碰到过好多次，后边呼啸而过一辆自行车。对，而且我发现他们骑自行车有的时候骑得特别快。对呀，而且你知道，你骑自行车那个声音其实是很小的。我在行人啊，我很难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走的是直线呢？我现在就不能忽然间转右或者忽然间转左吗？那忽然间来个自行车，我就是最危险的那个人。你凭什么可以在自行车道上？对，不是这个可以在那个人行横道上骑自行车呢？我觉得什么叫弱势，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是相对的。对于行人来说，自行车就很危险；对于自行车来说，可能我们的机动车就很危险。就是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啊。欢迎大家也来说哦。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刚才我不是说那个大卡车怎么样交按公里来收费嘛？他是给我照了一张，就是我们平常过的那个。交的那个路税的那个小卡片label， 他就说他那上面就写了你上次是多少公里，这次多少公里，不就知道了吗？对，然后按照这个来交税。好的，那这个就知道了啊。这件事情我们也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既然大家可以继续来探讨嘛，关于这个自行车这样的一个罚款或者是规范，大家赞不赞同？那说到自行车，再把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政府部门最近有一个福利了。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政府5万名接近这个雇员。可以用半价来购买电单车。他们说这个电单车的好处特别多啊，又可以瘦身，然后呢又环保不堵车，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它不是可以治很多病吗？你刚才说的。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有一点质疑。他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经常骑自行车可以降低患乳腺癌、结肠癌、糖尿病以及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率。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人没事都应该对呀，出去骑一下自行车。原来那个骑自行车有这么多的好处啊！当然这件事情是谁提出来的，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能够想得到了。就是呢，我们交通部的副部长 Julian Genter， 就是那个生孩子骑着自行车去生孩子的那一位部长，绿党的部长啊。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自行车对于他来说改变了他很多的生活方式，或者让他觉得这个出行这个工具很舒心。他就说不仅仅是他说还有一位也是呢，这个算是政府的雇员，不算 MP 啊，但是他是政府的雇员，他就是开始骑单车去上班了。然后呢，他不仅仅是上下班的时间，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位漂亮的女孩子，她不仅仅上班的时间从45分钟缩短到了12分钟，而且她减了30公斤。还能减重。人家说骑自行车减重嘛，而且他说他本来以前有关节病，但是他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他不会感觉疼。对，电动单车。然后那个我们看朱利安·詹特他也在解释说，很多人觉得说，哎呦，线上还有个朋友，我们先接一下吧，一会儿再说啊。这位朋友你好 ，Hello， 哎，这是试试我们的电话好不好用吗？告诉您是畅通的，所以您打上来可以直接说话啊。我能听到他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对，有听到我们的回音啊。好了，那么接着说完这件事儿，他说
我刚才说到的就说那个电动单车的好处，除了就说刚才说可以治那么多病之外，他说上下坡也不用怕了呀，爬山都不用怕了呀，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基本上是吧，用电的方式省了很多的力气。那它有没有缺点呢？我哪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我看这儿说，他说的无法普及的原因就是它太贵了。对，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过电动自行车，大概需要多少钱？反正现在呢，就是政府的部门，我不知道政府是跟谁谈了这个 deal 啊，还是说政府愿意出一半的钱。总之就是政府所有的雇员可以现在用半价去买。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是政府的雇员？就是当然他也不是说强迫所有人都要换成电动的自行车来上下班，只是说你如果愿意买，政府愿意给你出这个 deal。那为什么政府不是愿意给我出这个 deal 呢？为什么要先以雇员为主？太早了，这个时候不堵车，不需要自行车。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对于政府来说会带来什么好处，就是民众看完了之后不会觉得说凭什么是政府的雇员先享受？会不会这样想？就是政府的雇员在上班的时候，他的这个时间一般是比较统一的嘛，然后所以大部分人上班都是比较统一的时间，好吗？还有就是对于政府雇员来说，可能先从他们入手会比较容易一点吧。如果呼吁普通民众的话，大家响应好了，时间关系到8点57分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但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接着聊。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Rainman。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
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农历11月22，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枪支回购将截止，约70%违禁枪支却仍在流通。新西兰警方提醒，持续了5个月的枪支回购将于12月20日结束。持枪权利维权人士称，近70%违禁枪支仍在流通，他们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犯罪分子手中。据报道，目前枪支拥有者还不必为自己持有的每件武器都进行注册。但警方提醒，持续了5个月的枪支回购将于12月20日结束。他们建议人们访问警方网站以确认信息。同时呢，有关枪支回购在线通知平台泄露隐私的调查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年圣诞假期带孩子去机场可以走家庭通道。今年圣诞假期带娃出国玩耍的家长们可能会更开心一点。12月13日到1月13日的早7点至8点半，以及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2点，奥克兰国际机场将开放家庭通道。家长们可以在这个家庭通道之内帮孩子们做好通行准备，而不必因为耽误了别人的时间而倍感压力。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个圣诞节的到来呢，今年在圣诞节之前，机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呢也包括对机场内部核心道路网络的升级，将增加优先车道，以及为了修建新的的士车道和偏远站点，将机场扩大1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澳山火释放约2.5亿吨的二氧化碳，近2018年排放量一半。自从8月份以来呢，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省和昆士兰省遭到火山肆虐，目前仍未受控。最新的研究发现，火山至今共释放出约2.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澳洲的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一半。专家指出呢，由于山火烧毁了大量的林木，导致当地森林即使数十年之后仍然无法全部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菲律宾强震已致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展开。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附近发生了6.9级浅层地震，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及建筑倒塌。截止目前呢，已经有至少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救灾的官员也表示，据信有5人被困在南部贸易购物中心的废墟当中。该购物中心呢，位于棉兰老岛的帕达达镇，距离地震震中约有20公里。救援人员正在使用热成像设备等寻找幸存者，但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比较渺茫。那么同时呢，在南达沃省以及达沃沃市的等多地已经宣布大中小学16号之后就停课了。美国正在考虑对更多欧盟产品征税，税率或提高至100%。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发布的一份清单，美国正在考虑对特朗普政府此前排除的欧洲产品征税，税率高达100%。那么，据美国的消费者新闻与商业报道这个频道的报道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是发布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正在考虑加征关税的相关欧洲商品。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呢似乎正在征求意见，是否将这些商品的税率提高至100%，并且把白宫10月最终清单当中排除的某些商品也重新加了进去。而这些新添加进去的产品呢，
则按照最高100%的税率征税。好的，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由侯磊编辑播报。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其实新西兰全境仍然都会是有雨的天气，但是在一个干旱的夏季，其实这个降雨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呢，这一股的降雨可能会对整个的南岛来说会带来新一轮的降温。奥克兰今天还好，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基本上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的影响不大。惠灵顿今天最高22度，最低是10摄氏度。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气温方面 Nelson 虽然还可以，最高22，最低12，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像 Kaikoura 最低温度是降到了10度以下，今天只有8摄氏度。那么南岛南部呢，这个温度的下降就来得会更多一些了，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皇后镇最高14度，最低温度更是只有7摄氏度，所以是提醒所有要去到南岛旅行的朋友，可能还是要多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的，早晚真的比较凉。那么到了明天呢，这股降雨会逐渐的减弱，基本上会回到阵雨的天气，但是气温仍然是不高的。你看皇后镇明天最低温度只有6度，12月份最低温度只有6度，所以去到南岛还是要注意的。明天奥克兰是14到20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
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 Panda TV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好，我是侯磊。那么9点钟过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先预告一下，今天9点半之后呢，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的心呢都已经飘向了远方。都不仅仅是新西兰了，指不定飘到了哪一个国家去。所以说呢，我们在9点半之后啊，就会这一周多给大家放一次这个绿野新踪大自然说的栏目，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们会放2期，基本上都是跟大家来说去哪玩让大家提前先找一下玩的感觉。哎，对的，可以知道带着孩子这个假期可以去哪儿疯一疯。所以说啊，我们就是今天和明天9点半之后都会来进入到绿野新踪的部分，所以在9点半之前，我们再多跟大家来说2条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上一节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聊到了说这个自行车道。自行车如果不走自行车道该不该被罚？讲到了说我们的道路上到底是应该按燃油税来收取，还是按照公里数来收取？也聊到了说我们政府的这些雇员可以用半价去购买电动的自行车，对吧？大家当然啊也可以就此事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接着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听起来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稍微有点担忧哦。对，职业倦怠症。而且这个职业倦怠症发生在医生的身上。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就发现，在新西兰这边有接近1半的新西兰的医生都是因为职业倦怠症的原因考虑过要离职。医务保护社区对300名新西兰的医生进行了一个调查有1半人感到无法在医疗程序之间休息，很多人认为呢自己的福祉在这个工作当中不受重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疲惫。那么一位医生就说，他就说他知道他现在正在处于那种已经是筋疲力尽的边缘了，但是呢却找不到任何的出路。而且他说他身边他的感觉或者他的部门当中大概有75%的人状况都是跟他相同的。那么现在的确是在国际社会当中就有一个词儿来专门定义这种现象，就叫做职业倦怠症，而且这种职业倦怠症在医生当中又特别明显。我们来看看国际上是怎么定义这个职业倦怠的。大家现在可能都在上班的路上来看看你是不是也对你的行业或者你的职位出现了倦怠症的状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精神、身体和情感上的疲惫，玩世不恭的态度，与工作格格不入的感觉增加，而且工作满意度也在下降。有多少朋友是有这个感觉的？我觉得我没有，我对待工作是很有热情的。一般的热忱都扑在了工作上。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我们要没有热忱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没有职业倦怠症吧？就是每天早上听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能充分的感觉到新的一天已经来到了。是，然后工作满意度也很高，大家对你的满意度都很高。所以说我只是说就说大家可能每个人这个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我是
表现出来的自己就是开心，状态很好，那只是为了给大家看，那我心里备不住不是这个状态。比如说很多的那个所谓的艺人，是，那你在粉丝面前是一个样，那回家之后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这样的话就会引发另外的疾病，精神分裂所以说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的职业倦怠症？那么现在呢，就在说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医生，而且呢是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不同的国家都在说这个医生当中啊，职业倦怠症的比例更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他们的这个工作虽然说救死扶伤，感觉呢好像就说嘛很伟大，很伟大，然后呢也是救活了很多人的生命，挽救了很多的家庭。可是问题就是他们也要面对生死啊，他们要面对的生死，我觉得要比我们日常当中接受到的多太多。就是而且他们也要就是你去看病的，不会有人是欢天喜地的去看病，对吧？你除非是治好了，欢天喜地的出院，但是你就是医生接触的相对来说还是疾病，是病患和着急的病患的家属，再加上呢现在全世界都出现这种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医生又短缺，然后呢患者的家属某种程度上现在也越来越变得不太那么平易近人，就是大家各种方面的要求啊诉求啊也特别多，对，然后再加他们又一着急就会对医生又造成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压力，甚至我们在新西兰这边不也跟大家说嘛，说虽然不叫医闹吧，但是就类似的情况去威胁的，大打出手的，去写什么恐吓信或者直接拿着什么武器就去威胁医生一定要治好的，这种状况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可以想象医生他的这个受到的压力有多大，所以他就说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职业倦怠已经成为了医生的流行病。医生他本身自己心里的压力会很大，对就是你要去看一个病，他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去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很多其他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他的压力很大。如果再加上外界施加的压力，对呀，你可以想象一下，换位思考一下，是，这的确是。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这种他们的医生本身医者不自医嘛，就是说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治疗自己的问题。你说这种职业倦怠症，它会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他们给其他的病患提供的服务，对不对？比如说他是不是精神不集中，或者他本身就不很投入这件事情，那当然出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说这种现象其实想一想挺可怕的。而且我觉得虽然说是在医生当中啊，这个现象反正报告是说居多，但你想想我们现在身边不同的行业，这个职业倦怠症真的蛮普遍的。我觉得应该每一个职业都会有职业倦怠症的员工，对，在每天日复一日，然后又无精打采，然后又提不起兴趣的做着工作，但是又没办法，就是你也没得选择，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就是说成年人啊，能够选择一个自己又喜欢的事情成为事业，那是一种奢望。对，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在做的和什么所谓自己想要的根本就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就是如果你已经面临了这个问题，那你可以自己去调节，就是说出来可能你会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确实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怕你陷到那个漩涡里边，对，你就比如说旁观者清，就像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就调节嘛，或者你就想好的一面嘛，或者你用方式去改变嘛。可是如果他真的陷到那个漩涡当中，为什么他叫职业倦怠症呢？为什么他被就是称为病症？就是因为他已经发展到就你得了一种病一样啊，你自己是无法控制的。是的，要不然自己能控制，也不会有出现说有叫流行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而且现在心理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我知道好像有好多就是有一些特定的职业，它会有专门的这个心理咨询，就是定期需要这些员工去就是看这个心理咨询。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医生应该就是一个，飞行员好像我之前说，对，飞行员应该也是，还有比如说类似于说像这些你需要抛头露面的公共人物，可能他也需要那一些调节。而且现在这个抑郁啊，就相关的心理健康的问题，的确是
非常成问题。这个从某种程度讲呢，是一件好事，就证明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保证，然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错，就是你不再愁着我衣食住行，我不再发愁我明天有没有饭吃，可能你就开始关注精神层面了。对，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所以从某种角度是好事，但是呢，你可能就要面对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就看你怎么样去解决心理的这个问题嘛。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到9点20分了，正好我们也得稍作休息一下了，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有2条小的新闻要提醒一下大家。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23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啊。反正我们呢，电视台这边外边开始下起大雨了，真的是声音也非常大，所以大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仍然走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而且今天一天
都会有雨有风的这种天气，所以尤其是比如说需要过北安大桥的视线不好的人，对，一定要把眼睛睁大，对，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快速的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来说了。就说到出行，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我估计听众观众也听到了，就说呢，奥克兰机长现在挺贴心的，准备要给所有带孩子出行的家庭呢开一个叫家庭通道。以后呢，大家啊，不是说以后，反正就圣诞节期间一直到1月13号，大家到了机场就会看到一个专门的为这个带孩子的家长们提供的通道。对，估计机场已经是被这些小孩烦得不行了，然后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家庭通道。这个家庭通道呢，可以减轻就是带孩子出行的这些家长们的一些压力，而且呢，它在这个就是特殊通道里面，好像还会有一些贴心的 tips。就是给大家，反正也帮助大家去做一做。比如说啊，他就是有提醒大家，就说如果你带孩子，尤其是孩子很小的去机场的话，这是机场总结出来的几个 tips。第一就是去查一下你现在你的这个航班到底是不是正常起降，然后呢，你是不是就是可以，比如说不需要那么提前去到机场，使得孩子更不耐烦嘛。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也提到你可以把所有零散的这些容易丢失的，包括了像玩具等等，把它放到一个手提袋里，这样也方便呢安检的时候进行检查，省着你每个包里面挨个往外掏，对吧？也比较麻烦，这是其一。还有呢，就是大型的电子设备也放在容易拿的地方，就我们过安检都需要拿出来嘛，这样子也方便你减少孩子被不知道跑去哪里的时间。还有包括比如说可以带一些奶粉呐、婴儿的湿巾呐、尿不湿啊等等这些用品去登机，但是具体的呢也有一些限制，大家可以到叫 aviation 啊这个 security 的网站上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些东西可以带到飞机上的，因为这些东西也可以减少孩子哭闹的那个比例嘛。对，还有一些需要带婴儿车的，也可以提前查看一下你的这个航空公司有没有婴儿的折叠车。还有就是奥克兰国际机场一过安检，它就会有一个这个 family rooms。对靠近购物的这个区域，就是专门被家庭使用就是可以进去嘛，比如说那里玩应该，还可以比如说喂母乳啊之类的都可以去到这边。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带着空水瓶过了安检之后，可以在那边有那个饮用水还有热水的地方，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取，不用担心这件事儿。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如果孩子需要玩耍的空间，其实奥克兰机场内有很多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比如说麦当劳，比如说呢有个叫 Grand Bar at Kitchens， 这两个都有 playgrounds，所以可以带着孩子啊到那边去消磨一下时间。放在那儿之后，你就可以不用担心孩子在机场大喊大叫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是要提醒大家的。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过比较繁忙的几个出行的日子，其实那个当时就说了，说今年呢可能跟平常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平常的这个假期啊，大家基本上会是在临近马上圣诞，比如说23号或者24号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出行人数最多的。但是呢，最近的一段时间，主要还是因为说就是今年的这个假期放的比较早，所以很多朋友是这周5是最后一天嘛，或者像我们是周3最后一天，所以今年出城的或者叫机场的高峰期，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所以如果您是赶上那几天出行的，也一定要再多预留出一些时间，过安检啊等等等等。比如说第一繁忙的日子是在12月20号，12月20号，所以大家看一看啊，你是不是那一天出行？接着第二个是在12月21号，第3名是在1月3号，第4名1月4号，第5名是1月5号。所以这个前5名啊，大家是不是在这几天出行的，自己留意一下。还有第6名到第10名分别是12月19号、12月26号、1月2号、1月6号和12月20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赶上这几天。我平常呢就是每一年圣诞节我也基本上都会出国，然后呢我定的日子我想错峰，所以我基本上不会赶在前5名，但是我也会赶上比如说6、7、8名当中的某一个。那个人流量的确是比平常我们去搭机要多，真的要多。我就是没赶上最繁忙的那一天，我感觉都要多出接近1倍了。而且它这个是一个就是循环的，你
机场的人多，你路上的人就多。对啊，然后你安检的时候排队的人就多，对，所以它整个是一个连锁。而且你的飞机的乘搭的那个就是量也会比较满，所以你登机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整个时间都会比较长，所以呢，去机场的路上也会比较堵，就无论是那一天任何时间都是这样。所以我就刚才说的这些日期，如果大家真的是那几天出行的，一定的多的提前留出一点点时间来，否则就会你说尤其带着一家人出去玩，你再没赶上，是吧？就很麻烦，所以就反正提醒大家一下这件事儿了啊。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了早上的9点30分了。今天早上时间过得也非常快。那么接下来9点半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绿野新宗到自然说的环节。其实这个环节现在非常适合于马上就要放假的时候，一起来看看今天是志鹏要跟我们环保部大家非常熟悉的 Louis 带大家去哪里玩呢？那我们明天早上是最后一天，但是还是同样的时间，我们明天再见，再见。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我们新中传媒推出的《绿野新宗之 Doc 自然说》，我是志鹏。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刘易斯。嗨，大家好，我是路易斯。是，那么另外一位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啊，是来自 Sport Auckland 的我们亚裔社区协调员 Sherry， 欢迎。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可能有的朋友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叫 Sport Auckland 啊，包括我们有一个 Activation，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跟机构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的。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来自的组织，叫做 Sport Auckland 奥克兰体育。那这个组织的宗旨主要是激发我们的社区，培养我们社区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那我在这个组织当中是做活跃亚裔社区协调员这个角色。那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带领我们的亚裔社区，让我们的社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然后呢，更好的融入新西兰社会。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也是一个这种公益性质的，应该算是，对的。活跃亚裔这个部门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它平时会给我们提供哪些主要的这种活动呢？对，我们目前提供了3方面的服务，有针对亚裔青少年的志愿者的活动，还有我们广大亚裔社区的球类运动和大家徒步好像还有，对不对？对的，很有名的，就是我也参加过很多他们的活动。你有参加过？对啊，就是他们有在不同区域，帮着你介绍，就是因为Sherry 好像是管中区的，我们之前住在北岸的时候有参加过北岸的一个徒步活动，就是他们组织的我觉得对那种新移民的话特别的友善，就是说大家可以都像找到组织的感觉，一起出去徒步，然后认识新朋友。对，等一下可以让 Sherry 介绍一下这个徒步的那个活动。是有这种徒步健身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刚才我听您也提到还有我们各种球类的这种健身的项目，具体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项目吗？可以的，球类运动的话，主要是咱们亚裔特别喜欢参与的，像乒乓球啊、羽毛球。篮球、排球等等，然后今年我们又新加入了壁球和瑜伽。壁球好玩。壁球这个对也是蛮有意思的一项活动。那到目前为止参与的我们的这个人数大概能达到什么规模？人数还是比较可观的，可以看到大家对体育运动还有很强的这个参与度。然后我们最多的一次大约有40多人来参加球类活动。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吧。刚才您已经跟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边这个项目下属的有3个主要的部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包括路易斯也有参加过我们的一些活动，是吧？也可以作为亲身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就先说说我们的这个青年志愿者的项目。这个项目它的目的跟宗旨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呢，连接到青年志愿者，还有一些体育组织。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桥梁的角色，把2个部分连接在一起。那像我们很多亚裔青年刚到新西兰之后，特别是语言文化方面会有一些隔阂感。那如果让他们通过参加体育的志愿者工作，他们能对新西兰社会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呢，他们还可以多的得到各方面能力的锻炼，比如说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领导力通过这些锻炼呢，然后对他们日后的一个简历各方面的工作积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的是听起来还蛮吸引人的。我要不是觉得我可能已经超出了青年的这么一个范畴，我都想去参与一下。对，那稍微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活动现在我们都有哪些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我们每年大约提供30个左右的体育赛事活动，包括非常大型的，像大家都知道 All Black 那样的全黑队比赛，还有像奥克兰马拉松等等乒乓球、羽毛球比赛还有刚刚过去的功夫武术的冠军赛。这个我也有听说。就是都可以报名去参加，那是不是相当于就是有点像可以免费看赛事的这种感觉？而且位置应该绝对黄金，都是在内场的这个区域，没准。是的。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拉松比赛，我们的志愿者都会在这个赛事当中做点什么样的工作呢？
体育赛事的类型不一样，志愿者的工作也是多种多样的。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和观众比较多的联系呀，协调一些观众的入场工作，有些可能是体育赛事赛前的准备工作和收尾工作。是。就是这些，反正是一个是我们青年志愿者力所能及的，但是同时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比如说经验呀方面的这种积累。是的，真的是听起来不错哈。那说完了这个呢，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活跃健身的项目类型啊，这个里面都包含了哪些东西？活跃健身的话是比较广的一个含义，那里面我们像刚才有提到的这些球类运动，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加入的游泳的项目。还有游泳，对，很多亚裔人士就是在以前国内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多游泳或者接触到水的机会，但是奥克兰我们都知道，像整个新西兰都是被海洋包围的，有很多接近海洋啊这些机会，所以呢我们就希望通过游泳啊还有相关的水上安全的课程，能够帮助大家提升这方面的能力。也是蛮实用的。我之前就看到你们有宣传一个说是给针对小朋友的一个海上安全的一个课程，然后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推荐给一些有小朋友的那个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有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去海边，可能在国内都是去游泳池或者一些游泳馆，有比较就是安全的地方，在这种大自然里，可能还是有很多暗流啊或者一些自然方面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的这种比如这方面的知识啊跟经验去跟他们来介绍。那我们这个活动一般是在比如说室内还是说在户外会居多？室内室外都有的，都会有。对，像游泳课的话，我们是和当地比较资深的游泳学校来合作，那他们会提供非常专业的老师。那对于水上安全课的话，我们像刚才路易斯也提到了，有一些户外，大家可能在 St. Mary's Bay 或者是 Piha 这样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些实际的操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之前，肯定老师会带大家先学习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之后，然后大家到这些地方会有更安全的一个。对，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但我想多问一句，像我们这样的活动是完全免费的，还是说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成本的费用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我们的很多经费的来源大部分是来源于政府，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像 Foundation North 这样的基金会给我们提供资金。那对于我们这些公益项目来言，像很多运动是还有徒步啊，这些是大部分是免费或者很少的费用，但是像课程的学习，游泳课等等，我们就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那个费用如果比自己去参加的话是便宜很多的，所以像是非常优惠。我记得就是大概就几刀或者这样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还是非常的诱人的。对，因为这个也完全可以理。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像我们会请到一些资深的专业的教练呀。然后包括有可能一些安全的这种方面的教也会涉及到动用一些比如说设施设备这样的，所以肯定这里面会有一些成本在。对，但是您一说费用非常低，我相信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更加的感兴趣啊。那如果说是想要参加我们的各类的活动，想要报名的话，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而且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对，咱们先说是如何来报名，怎么联系我们？联系方式我们有多种多样。首先大家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然后像很多大家使用微信呀或者 Facebook 的话，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加我的微信号来通过微信联系。是。那现在呢，在我们如果说是电视观众的话，画面上就有我们联系的方式啊，有 Sherry 的联系方式，那包括呢有邮箱。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的话，比较简单的联系方式就是直接拨打电话0962376500。0962376500，那就可以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还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是想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会不会有人数的限制？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只有10个名额或者20个名额，就类似这样的，还是说我只要报名就都可以参加？大部分情况下是我们鼓励很多人来参加，是没有人数限制的。但是有一些活动是
因为受场地的限制，或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对的，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的人数限制。对，大部分活动是非常火爆。是，所以说具体的情况直接跟我们 Sherry 联系就好了啊。相关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想大概了解一下最近1个月之内有哪些活动，哪些是你想参加的，然后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是主要要说的就是我们其中的第3部分活动，就是关于我们的各种大球小球，这个是我们华人可能更喜欢的一个称呼啊。一般像乒乓球、羽毛球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小球嘛，排球啊、篮球这些叫大球啊。那这些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在本地想要去找一个场地跟朋友一起去玩，肯定有场地的租金。对，那我们这边这个场地的租金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讲比较便宜，或者说有没有免费的这种机会？像场地的话，我们有很多种渠道，我们在和奥克兰政府也有很多的合作，像一些公园都有很好的设施，大家可以在奥克兰政府的网站上去来提交申请，然后去租借这样的场地。明白了，好的，那这一节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刚才听2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实用的信息，一会儿呢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g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绿野新宗之 Doc 自然说。那今天呢，请到了 Louis 和 Sherry 啊，两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我们的活动方面的一些经验也好，我们的一些介绍也好。那包括呢，刚才 Sherry 也非常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了我们 Sport Auckland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除了刚才我们聊到这些话题之外，其实有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全民参与的活动，就是户外徒步，这也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活动项目了，应该是。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首先，这徒步活动真是非常的方便，我们大家只要是有一双运动鞋，穿着舒适的衣服，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所以说是一项非常老少皆宜的活动。那在徒步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首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来参加徒步，在徒步当中了解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大自然。是的，这个地方我就可以说一下了，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他们的徒步活动，然后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组织呢跟自己去徒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徒步达人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可以参加一下 Sherry 他们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毕竟是有专门的这个 guide， 然后去带对向导，然后向导会经常就介绍他自己的知识给你，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在那个bush 里面看到一些植物啊或者鸟类啊，本地的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虽然但经常看我们节目应该很熟悉啊，但是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如果有一个向导，这时候就他给你介绍这些知识，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徒步的过程会更加的丰富，更有意思。然后以后等你再去带你的朋友啊、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介绍说，哎，这个是什么鸟，然后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是一些当地就是特有的植物，你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知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项目。是没错，这个我也是感同身受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景区碰见，一看，哎，草丛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个鸟啊，好吧，就这样。但你要说马上能把它的名字，甚至说它的习性，就感觉哇，好专业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向导也是有专门的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是吗？首先我们在徒步之前的时候会规划路线，然后进行勘探路线，了解这个路线过程中，我们就会去查看相关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在准备 Western Spring Lake 这条路线的时候，我们就看鸭子湖这里面有哪些栖息的动物，然后相关的植物啊，会提前做知识储备。对，而且他们也有帮我们很多忙，就比如说刚刚提到鸭子湖上面，如果有一些规章制度啊，或者是如果进到有 calorie 的一些地方，他们都会提醒这个徒步者说要怎么样正确的刷鞋，以及他就是帮我们宣传一些这些生物的重要性。对，谢谢啊。这也是跟我们环保部配合的这么好。是的，是的，这是很好的一个 partner。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一些。你像我也是最近今年好像才知道，就是可能前一段时间就说，比如说我们去到鸭子湖是不再允许大家去投喂这样子。对，就是其实如果你喂那个面包的话，你放到水里面，它会降解嘛，就很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菌，然后它就扩散到整个湖里。然后我们呢也是比较人性化的说，如果你非要喂的话，就一定需要喂，那你就在地上喂，至少就是在干燥的地上，它就不会去传播这个病菌，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最好还是不要喂。为什么呢？其实鸭子它们有足够的食物，就是它们可能只是贪吃，就是看到你有食物就来找你要。还有小鸟也是，其实都不要喂它们，其实对它们有一些隐形的伤害是我们可能不了解的。对，好的，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不光是我们在比如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休闲放松，同时呢也可以学到非常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那像平时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个群体的话，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为主要的这个群体呢？是不是像爸爸妈妈这种年龄段的就会稍微多一些？是有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来参加，哦，这也是，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包括一些新移民，就是大家刚到新西兰，不太了解周围的环境，所以通过徒步，然后了解周边，比如说这个社区有哪些学校啊、医院啊、邮局啊、超市等等。而且也能认识很多新朋友，就是是一个融入这个 Kiwi 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的一个活动。那我是觉得，你像平时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徒步的话，可能真的是一个是对路线不熟悉，再有一个可能就在我们身边。那我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徒步的路线，对，那我们在路线的选择上也会是有，比如说不同的难度，或者说不同的区域，这样子会有这样的划分吗？对于路线的话，我们在中区位置比较特殊，中区的公园啊，还有徒步地点，就是大家可以发现都是比较小的，不像北岸或西区有大片的广阔的森林，所以我们在中区路线选择上，通常是把几个小的公园连接在一起，对。就是说一次就可能，比如说这3个公园是在附近的，我们就可以这样穿过市区，然后连接到下一个。那大概它的总长度是不是也差不多控制在1-2个小时左右呢？对的，通常都是在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所以这样的路程我觉得是比较适合这种，比如说不同年龄，包括小朋友他走起来应该也不会觉得太辛苦，或者说中老年的朋友也不会走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累。好像是星期1到星期5都有，是吗？还是只有周末才有这个？对，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通常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主要是定在了周日上午。周日的上午，所以想要参加的话，这个活动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跟 Sherry 来联系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电视观众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屏幕直接看到。那如果是我们的广播的听众啊，可以联系Sherry 的微信，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啊，096237650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今天呢，再一次的感谢2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得到实用的信息。好了，我们下次再见。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 have a way we like to do things. Whether you're local or you're here on holiday, we all hav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look after this awesome place.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sea. And all places in between. It means using a toilet, not the bushes. Or holding on until your next available dunny.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o feed,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where you're going. It's knowing which track suits best. And when it's good to turn back. It means keeping our distance when we take photos. Yeah, so that's it. It's a way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is beautiful land and make sure our kids can too.